你给大伙看看他家的这个备注啊，腰子不要去掉油边儿，盖饭多加钙，不用很多饭。盖饭太多的饭，不够的钙，不要多钙，不要太多饭，多钙，多钙。你汉语不是不好吗？你不是回家走丢吗？今天我真心向大家求助一下，你说我可咋整呢？我大胖媳妇回国2个月不到，体重已经长了14斤了。她到底为什么胖呢？人自己跟我说，我可能需要调一调，可能是湿气，可能是宫寒。我说也可能就是太馋。哎，我就纳了闷了啊！不老有人说外国人不吃内脏，不吃鸡爪子，不吃猪蹄子，这种现象在我家它怎么就不存在呢？我就问他，说好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呢？他说文化壁垒很脆弱，一个猪蹄子全攻破；文化壁垒很虚伪，一个烤冷面全摧毁。他说再说有时候我用筷子费劲，为了随时待命，我怀兜里边永远揣个叉子，吃啥都是叉烧，所以壁垒还是有的。我说这算啥文化壁垒呀？他说怎么就不算呢？怎么就不算呢？因为他太能吃，吃啥都香。我还特意上网查过有没有外国人不能接受的中国美食。我看很多人说是螺蛳粉，万一说螺蛳粉里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酸笋，没想到啊，我们一家4口人除了我都没吃过螺蛳粉。螺蛳粉一上来，居然全爱吃。大胖媳妇一共能迟疑了8秒光景吧？好吃不？太臭了，没有肉。啊，真香！文化壁垒就又在柳州沦陷。臭豆腐、辣卤大肠。所以我说实话，就他胖的一点都不委屈。就以他每天的热量摄入，他现在214斤，他都属于易瘦体质。我要像他那么吃，我都不是腰带不够长，我应该是挽联不够宽。然后我今天就好奇，我问他，我说8年前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你也不认识我，你一句汉语不会说，一个汉字不认识，那时候还没有外卖，你说你当时点菜得多费劲，你那时候瘦没瘦？他说没有，那不能够。那些年我是国际留学生群体中街头苍蝇小馆点菜小旋风。当时咋回事呢？就我们一到那些小餐馆，好人一般就给你一张这个作风的纸，要不呢就把这个菜单写到墙上。我身边这一群外国同学都啥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但是我心眼多。你先看炒菜区，就选带月字的，肥肠肝、腿骨脑、内肘腰，还有脆。你虽然是蒙着点，但是选带月字的肯定不会上来个绿叶菜。然后在所有带月字的菜里头呢，选名最长的。然后啊，这个主食区选名最短的。这个番茄金汁疙瘩汤和疙瘩汤差8块钱，没有什么区别。哎，就选这个名最短的，除非主食区也有带月字，比如肥肠面。然后呢，你一边点，你一定要一边撒吧周围的桌，有没有不同的桌点同一道菜？如果有，跟服务员直接指，不要像我同学一样傻了吧唧跟人发问啊，你好，请问他点的是什么？那样显得很无知，就直接霸道总裁就指我要同款。就这种天机，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识破？我说没有，我们不识破，我们识字，我们识字。我说儿啊，你还以为你自己多厉害呢？就你那点算法，我们20年前就以诗歌民谣的形式流传民间了。那个叫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B， 以抄为主，以蒙为辅，抄辅结合定能及格吗？我看到螺蛳粉都爱吃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弃了，我找不到能制服这厮的中国美食了。就在我放弃的那一秒，我在冰箱里发现我爸早上买了一碗豆汁儿。今儿给你准备的这个豆浆特别精美的一个豆浆，就1000年能有一头驴能磨出这个豆了，我自己都舍不得喝。哎呀，你别辣着，喝点来。哎呦我的妈！不行，168，168，no，谁档？要我尝尝，味道好像不太对，洗了算了。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格裙儿。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总之是一顿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我以前只是听传说，从未被认证。那天我被认证了，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就是里边啥也没有。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离穿小裙就远点嘛。这个人呢，这姓 Sex，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特别板正，然后做工很精致，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它成本比较高。很多年轻人哈，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就是他的小裙就租的，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然后婚礼的头一天，这不单身派对嘛，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为啥我说他傻狍呢？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印度餐火焰山，肠中往事一锅端。
然后第二天婚礼嘛，婚礼的第一场呢是在教堂这个非常正式、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一般都赶第二场，到第二场就开吃开喝，然后就开敬酒，然后就开跳舞。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然后到了第二场以后呢，大伙就开喝嘛。然后这个环节吧，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一支舞。这第一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我的朋友第二天也跳了，但是他俩这第一支舞让我给毁了。完事说回来啊，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一支舞，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你踩我，我踩你的，就跳不好。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你拉倒吧，老赛，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我跟你说，喝到量的人，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啪嚓一下就过去，抱他媳妇大脖，一下给搂住了，然后跳媳妇身上了，给媳妇压坐地下了。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再加上大伙儿一群人的一大笑，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已婚男人就发生了第一次放纵，就长征往事一波波。之后都发生了啥呢？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但他还跟我撞人，没给我提一个事儿，他朋友给我爆料的，就因为他这个缩短小裙的特殊穿法，就真空穿法嘛，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嘛，对不？他第二天居然抖了，扑了，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他不租的吗？押金都拿回来了。他媳妇这婚纱那完了，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而且他媳妇留住了，就花钱买了，没办法，花钱买了，把这婚纱留住了，之后往出免费租，都没人碰，都没人问。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第二天我参加婚礼，我看着穿小裙的，我都保持社交距离。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哥多说一句什么呢？我姓赛嘛，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但是我说啥呢？我无所谓，就你嫂子也好啊，你哥也好，就包括你，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就是这个叫啥妹夫，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就是哥要说啥呢？就不用后悔，想开了有啥呀？不后悔，不没离吗？不后悔，人间不值得。我女儿在澳大最近被她一个很有钱的同学邀请到伦敦某高档小区的家里做客，结果到那就给人埋汰了。刚用完人家卫生间出来就说：“就你这叫有钱呐！在铁岭我老家厕所都是机器人，你就管上就得了。你看你家这破玩意儿，还得用卫生纸。”你们都知道我石油公主这个地位呢，来自于一个美丽的误会，就是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来铁岭参加婚礼的10个外国人不懂得啥叫租婚车，然后就以为这10台连号黢黑的奥迪都是俺家的。但是当时争脸的只有奥迪车吗？不然，还有智能厕所。接亲的时候呢，这10个人不就被这10台黑车给运到我新房来了吗？所以来我新房的时候，他几个就莫名的充满了一种就是敬畏之情，看啥玩意儿都要脱帽那种感觉。然后这几个人汉语还都不咋地，所以他几个围成一小圈，就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搁那待着。然后呢，其中一个就上厕所去了，那帮能上一个底儿，出来的时候贼没出眼的，跟剩下几个人说：“我刚上厕所了，热乎。”旁边这人也没听懂啊，说谁刚上出来的就拔凉啊？你是不是憨大？一张嘴舌苔跟涂改液似的。他说不是，人家厕所本身是热乎的，而且你摁左手边第2个键有惊喜。然后紧接着2号选手就去了，出来之后赶紧欣喜的跟3号选手分享：“你赶紧去尝试一下，而且啊，切记，你千万不要手动去掀那个马桶盖，你就冲那个盖你比如说这个是盖，哎，这是你就扫，哎，就找那种就若即若离的感觉，你瞅着盖，哎，嘎开了。”之后呢，这3、4、5、6号选手就蹭全上厕所，就是一个上。而且他们不止发现了这个扫的奥秘，还陆续发现了左2普冲键、左3猛冲键、右1风扇键以及右2烘干键。读不懂的命，治不好的病，原生家庭的小不幸，一键猛冲解千愁，他们是 WC King。 但是呢，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小误会、小事误。我舅姥爷也要上厕所，但就瞅这帮外国人就啥也不干，直勾的一个就上厕所。他寻咋的了？你就在门口就等着，好不容易最后一个选手出来了，我舅姥爷赶紧就进去了嘛。结果没曾想，刚出来这位 WC King 彪和的，他摁下的是3号猛冲键，结果没摁停，盖上就出来了。我舅姥爷呢也是矮，到这一开这马桶盖，3号猛冲呲一脸。
完我舅姥爷脑袋上包个毛巾，擦的这一脸水，出来埋汰我们，说彩莲你家厕所挺奔放啊。完我旁边这群外国人就看着他嘛，有的人说他是不是扫澡了？完旁边的人说是不是咱用错了？我瞅本地人咋用它洗脸？后来这事儿呢，整出后遗症来了。到了办婚宴的酒店呢，他们外国人这桌就白酒外边包那个塑料盒，他打不开。完人服务员就去问去了，就需要帮忙吗？人那3号选手告诉人家，你别动，我知道。冲那白酒盒就回去道上，他们还问我说：“彩莲，你这办婚礼为啥马路上的井盖都用红纸和砖头给压上呢？”我说：“那不怕您几个给他扫开吗？”